好，现在正式开始我们今天这个课程讲解吧。首先呢是大家应该都看到有一个策略篇，那我先就是相当是先把这篇文章一个总结和今天晚上主要讲的内容跟大家说一下。主要呢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工具，就是我们看盘的一个工具。是用这个工具的话怎么来看盘，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首先呢，大家对这个工具有一个概念，就是比如说你拥有了这个工具，那买卖原则的话就基本上是两点，一个是红线买，还有一个是黄线卖，就跟我们买了汽车一样，你只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红灯停跟绿灯行，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个是作为一个基本的一个操作。那第二点呢，是需要一个，就是你购买，就是你要稍微会看点股票，就是比如说你像这种 K 线的形态，你大体上知道，比如说我大概是什么时候可以买，什么时候卖，然后你再结合这个工具，看起来的话就会比较舒服，或者说就比较容易把握，比如说大致什么时候到顶，什么时候可以抄底。然后呢，第二点的话就是有了这个工具之后是怎么去买。这里的话有一个大概分为4个步骤，具体的话到时候我会在这个每只股票上去讲解。那大家现在先了解一下，就是第一个出现一个买入信号，出现买入信号的时候，比如说大家通常是在下面这种地方，下面这根红色的线可以理解为股价的一个平台支撑线。然后呢，买入之后，就是比如说在这种点位的话，你买进到底是不是成功，这个不知道的。那像下面这里，如果你买入，然后呢，它股价站上这根蓝色的趋势线，那才代表你这个499.70，这波买入是成功的。但是如果你在前面这一波买，就或者说前面这波它跌下去之后，其实相当是跌穿了这根支撑线，你是要做一个止损的操作的。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的话，就是当股价站上这个蓝色趋势线之后，就是相当于是确认了前面这波就是出现买入信号的时候，这笔操作是可以成功的。那第三点的话，当它站在这个蓝色趋势线以上的时候，就可以继续持有。那什么时候卖出？就第4点的话就是卖出的话，通常情况下就是如果比如说100分的答卷，你拿个50分到60分的答卷，那你就直接按照第4点来，碰到上面这根黄线，或者说比如说大致差不多碰到了，你看这个行情差不多了，那就可以自己卖出了。这是一个总体的一个大原则，就是1、2、3、4。接下来的话，那我就把这个文章拉到从头开始讲吧，就大致介绍一下，然后后续的话，大家如果也可以看这个视频或者是看这篇文章。那我们现在主要用到的一个工具是有哪些？主要是3个，或者说4个，应该说是3个。3个的话，因为有一个是从第4个里面是提取出来的，就是有一个是主力资金和散户资金。这个应该是 CM， 应该打错了，我看一下。对，这个东西是打错了。那基本上就是一个看趋势，这个是 DKW， 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是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黄线卖和红线买。这里的话应该还是比较清爽的。那这里是我这篇文章的写的时间是2月8号，就是我里面的截图是到了2月7号为止。那这里的话是当初是用英伟达作为一个举例。那现在的话，我先把就是今天是2月17号，那我先放一段视频，就是从2月4号一直到2月14号，它你在用这个工具的时候，
它那个是怎么去看的，然后呢，我再一点点来那个，就是一天一天的来解释一下具体怎么去根据刚才这个4步骤来用我们这个指标。先等一下。好，那个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吧。好，到时候大家的话可以自己，比如说那个点个暂停以后慢慢看。我就是给大家看了一下刚才这个，就是从2月4号一直到17号，它每天就是因为在2月4号的时候，其实如果它行情没走出来的话，我们是不知道后面的趋势是怎么样的。刚才给大家看呢，就是比如说从4月4号一直到现在，它走出来的一个情况。那现在的话，我们那个每一条条来看，就是根据刚才的说的一个4部曲。第一个出现买入信号，那个这天是2月4号，2月4号的话出现了2个买点，相当是2个买，下方这个红线已经开始拐头了。所以话，如果比如说当出现这个信号的时候，就可以那个买入。对，好，那没问题了。我刚才还说拉不下来。这天话是2月4号的一个股价，当时出现了一个下方这个113嘛，113出现了2个买的一个信号。如果后续用工具的话，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就可以买入。就是那第2步就是看什么时候确认，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一单是成功的，那需要它这个股价站上这个蓝色的这根趋势线。今天还是2月4号，上面这张图是2月4号。那接下来的话就是看2月5号，2月5号的话就是要确认我2月4号的买入是否成功。这里第2点，当股价日 K 线突破并站稳蓝色趋势线，就是要上面这根，就是股价要上到应该是120左右吧。然后呢，那个我们的下面会有一个显示有主力资金进场，就是这个显示有主力资金进场之后，就可以确认我们前面2天这个买入操作是成功的。那相当于是买入成功以后，这一天像上面出现了个1，这个是用我们那个 DKW 指标可以看的。如果不用这个看的话，就单纯用另外一个指标看的话，就是它只要站稳这个蓝色的趋势线就可以了。那站稳之后，什么时候就是我可以继续持仓，就是看它的一个行情。那这里的话是行情已经到了一个2月7号，2月7号，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股价的一个形态，它已经提示了数字3或者23吧，刚才好像是1还是2，忘了，23，这样的话就说明这个我们一个抄底是成功了。然后呢，现在行情是进入了一个反弹的一个行情。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只要继续的持仓，那个就可以。然后这个反弹的行情强弱要根据市场来看，比如说我们前面从119这一波或者120这一波抄底，然后这个趋势，我当时是大概看了一个130多的一个价位，因为前面这一波看有没有看到左边这个133，基本上这一波我预判它可能是大概133到135的一个价位，就是这个反弹空间嘛。
我下面这里也说了，因为当时做这个的时候是2月7号，2月7号它的行情没走出来嘛，就是129的话，我当时是预判了一个135，可能是这一波的一个高点。那基本上是这样持有，因为当时它那个英伟达还没走出来，的话，所以话没办法，比如说进入到第4步，就是那个股价卖出的那个操作。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因为现在2月17号，我们可以看一下英伟达。诶，可以了。2月14号，它的股价已经来到了一个138。我们刚才看的话，它那个股价是大概是多少来着？这个129，2月7号。2月7号，对，这个位置。2月7号是129，现在的话是138，跟我们当时预判的话，它135的价位其实差不多吧。因为之前呢，这一天133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卖点，因为这个卖点的话，是因为它没办法突破这个高度了，所以话出现了一个卖。后面的话，因为反弹的行情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呢，它这根日 K 线把前面的这个高点突破之后，这个卖点又消失了。所以话，我们现在看到的话，这个卖点和买点是根据它那个每天的一个收盘情况计算不同的一个参数值。当达到这个买入条件的时候，它就会提示买；如果不符合这个买入条件的时候，它就会消失。所以话，大家到时候用的时候需要那个注意。那我们到时候也会有一个单独的一个指标群，就是大家比如说看到有好的一个信号，比如说大概这种点，我看到是英伟达，或者是我看到的，比如说奈飞，或者是那个蔚来，还有其他的，大家都可以就是参考一下。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看一下那个超微电脑。这里的话也是，就是说用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用工具化就可以这样看。第一，当出现买入信号，那我们就可以买入。我们买入当天其实是不知道后面它的这个行情是会怎么走的，所以话要有一个预判。比如说，如果我今天买了，就是出现它这个买点信号，我们看一下2月4号当时超微股价是29块钱，比如说现在是29，出现了一个买的信号。我们当天买入其实是不知道它后面的行情是怎么走的，所以话，如果比如说过了1到2天，它那个股价下跌，就是已经跌破我们那个买入价的时候，就是产生亏损之后，大家要有一个止损，那个是要严格执行的，要不然的话，后续如果你用了这个东西的话，你明明说今天我看到2个买，为什么那个过2天它跌下去之后我亏了？为什么会这样？到时候这个东西大家说不清楚，好吧？那我们就基本上还是按照这4步走，出现买入信号以后确认买入成功。那么第3步就是确认，就是进入多头行情，或者是反弹行情，就是一直持仓就可以。那最后就等一个行情反弹到顶卖出就 OK 了。那现在的话，我当时这个7号这个上面还是不全的，不全的话我拿那个，我刚才也做了一个视频大家还是看一下。我们用结果来验证我们当初这个策略使用，好吧？不对，是这里。
上面的话就是刚才这个超微电脑，我们当时看到的信号是2月4号，然后现在的话，当时是29块钱，现在已经到了47块钱了。这个位置2月11号的时候，它有提示过一个卖点。那我们现在还是一天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已经知道了一个结果，但是如果我们后续用工具看盘的时候，其实是不知道结果的。那这样的话，相当于是每一天都要猜。有了工具之后，就相当于是，比如说，它那个胜率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就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文章来。那后续的话，大家自己慢慢那个暂停以后去研究一下，好吧？这里的话就时间可能也不是太多。那这一天的话，2月4号的话出现了两个买点信号。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买入以后看一下第二天是否那个比如说股价还是继续上涨的一个情况，这样的话就可以判断我那个昨天的买入操作是不是成功的。就是当股价突破并站稳这根蓝色趋势线，就是图上的这根站稳之后，我们另外一个指标就是下面这个指标也有看到一个主力资金进场，就是它收红0轴以上有这个红色的柱体出现，这就是那个主力资金进场。有这两个信号的话，就可以确认，比如说我们那个买入是成功的。那还有一个判断信号，就是第3点 ，DKW 梯子出现粉红色。关于单个指标的话，我的那个陌陌的主页上，到时候大家去搜索一下，就是单个指标的用法。那像这里的话，它出现粉红色的数字提示1、2、3，然后这个梯子是这个粉红色的，那基本上就可以确认这一波的反弹行情，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已经是赚到了。那至于什么时候买，刚才也说了，碰到这根黄色线是一个参考卖出的一个依据，就是说，比如说100分的答卷，如果你只想拿50分，那你碰到这根黄线，基本上就 OK 了。那如果比如说你想拿个70分，那这样的话可能需要一些就是对个股它那个走势的一个理解，就是比如说它这个 K 线图它呈什么形态，然后呢，你根据它的一个分时图来判断它主力的意图，这一波行情是否到头，这个都需要有一些基本功。那我现在的话只是单纯从使用工具的角度来跟大家介绍，后续的话我们在群里面的话，那个还是可以互相交流的。上面这个是2月6号的形态，2月6号刚开盘嘛，32块。这天呢已经确认了前面29块钱的这个抄底是成功的，那只要继续持有。它收盘的时候好像也收的是比较厉害的，大概是35块钱吧。对，然后呢，进入到一个2月7号，2月7号呢，它这个股价，2月7号它这个股价已经到了36块钱。然后呢，如果你单纯用其中一个指标的话，现在是2个指标，如果你单纯用 CD 的话，它是没有这个黄的颜色的。如果你把这个 DKW 打开的话，它就是会看到这个黄色，又会看到这个数字。当出现这种形态的时候，就相当于是一波就是那个叫什么一波高潮，就是它那个相当于是这波拉升的一个尾盘阶段了，基本上是可以这么一个理解。当出现4的时候，那我们今天7号的话，它这个还是非常强势的，所以话不着急出。那我们看一下这个7号之后到，我当时也是到了7号，因为写文章是8号嘛，7号之后它后面这个文章就没有了。然后为什么当时可以拿？因为它11号的时候是有一个那个财报的，
我当时是预判它可能会到45块钱的位置，但是因为当时行情没走出来，然后呢，这篇文章的话基本上就到了今天2月7号吧。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它那个行情，当时2月7号啊，对，2月7号是这一天，这天的话是36的话，它那个这个是10号财报是这一天，对，这个是10号已经到了42块钱吧，跟我们刚才大概预判的这个45块钱其实差不多吧。相当是如果那个比如说就刚才说的，你一份100分的答卷，你拿个50分，那基本上碰到这个情况，你就直接卖好的。像后面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就是比如说需要相当是技术水平稍微高一点，那这样的话你会去理解，比如说为什么它后面还能这么强势上，因为如果比如说作为主力的话，在这一波大概是29、25、30块钱的时候买入，如果它仅仅是拉升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它的赚钱就是并没有赚的特别多。那通过这2天的一个形态，我看一下它的一个分时，这个今天它这个11号的分时其实是比较弱的，但一般情况下碰到上面这根黄线就是相当是走人。至于相对于11号这天来说，是根本不知道后面的情况是怎么走的。那个比如说我们只拿60分的，那就 OK 了，后面就不用去管了。那现在后面它走出来之后，当出现2月13号的这根线出来就是直接把前面的这个新高打掉，那也就意味着它这个行情是非常的一个强势的。这样的话，我们后面还可以继续的一个看多。那现在的话，我们那个可以把这个 DKW 打开，DKW 打开，这样的话47块钱，它这还是一个黄色的一个线，黄色的一个蜡烛图。那这个高点位置，我们看一下前面这波，应该也差不多了。对，它这个行情应该也差不多了。往上的话就继续等好了。如果手里没有持仓的话，最好还是不要用。那接下来的话，我看2个，对，差不多了。基本上就这样吧。然后呢，稍微做一下总结好了，就是红线买和黄线卖。基本上还是根据红线买，那个黄线卖，基本上是以这个原则为主吧。那个买入的步骤，或者说那个，我们就看第2点，1、2、3、4出现买入信号，然后那个怎么去确认我今天买入是否成功？那个看一下，就是当它站稳这根蓝色趋势线的时候，就是这天股价比这个高，站稳这根蓝色的趋势线，说明那个前一天的买入是成功的。那这样的话，只要它股价不跌破这个蓝色的趋势线，那就一直拿着就好了。然后卖出的话就是，卖出的话就碰到黄色线卖出，像上面这里大概40块钱上下就可以卖出了，基本上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观看。那如果有需要安装工具的，可以点个订阅关注我们。那个也可以进我们的电报群去跟我联系，怎么去安装这个指标。好，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再见。